陪伴我们那么久的熊哥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。农庄暂时由熊嫂接管，熊嫂也能完美胜任农庄的工作，但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该说再见了。冒着森林大雨辛苦采摘，只为换取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。然而当熊哥看到制作工艺后，更大的想法悄悄在心里逐渐萌发。新一天的来临，雨后森林显得有些潮湿，现在山林依然处于雨季，充足的水分供给让所有植物都重新焕发着生机。熊哥利用这样的机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，早早将农庄中的牲畜喂食完，这样才会预留下充足的时间。散养的猪群浑身都是泥土，这一点已经困扰了熊哥1年多的时间了。虽然很想将养殖的所有区域全都铺上干净的水泥，但微薄的收入很难用于支撑，仅有的一些存款还要用于预防更加重要的事情出现。熊哥看着眼前的猪群，他多么希望能够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养殖。前段时间捕获的野鸡已经和农庄的鸡群打成了一片，它们共同进食。虽然野鸡的体型很小，但它一定可以改善后续被孵化出的幼崽基因。所有牲畜都已喂完，熊哥要再次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努力。山林中被大雨冲洗过的竹叶翠绿且鲜嫩，熊哥要再次采摘。毕竟他们现在的收购价格很是稳定。长长的切割工具是上次自己纯手工打造的，它用起来很顺手。而这些被切割掉的竹节，熊哥还会仔细进行筛选，只有达到标准的竹叶才会被收集。当然最好的永远都会藏匿于深山之中，甚至他们都不需要用到切割工具。还未完全长成的主干上有更多宽大的竹叶，这里请帮我艾特一下云南的老铁，长在地上这一大坨白色的蘑菇是个什么品种，能不能食用？明亮的阳光已经照射进了丛林，漂亮的蝴蝶趁此时间稀释花朵中的花蜜。然而上一秒还是晴空万里，下一秒又是倾盆大雨。没有任何提前防备的熊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，在雨中工作自己早已习惯，虽然身上已经全然湿透，但是竹叶上落入的雨滴多多少少都可以为待会的称重增加点重量。整齐排列好并装入麻袋，熊哥还要在雨停之后将其运送到收购的商贩手中。然而森林大雨持续了整整1天，想要多称点重量的熊哥也只能耐心的等待。第二天一早，天空已迎来便利于出行的曙光，骑上心爱的小摩托，熊哥要骑行3个小时的路程才可以最终到达。这是一间专门的竹叶加工厂，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加工流程和工艺。之所以熊哥会选择较远的路程来到这里，就是想让自己一手的竹叶能够卖上一手的价格，并且熊哥还有着自己的一点小心思，他想偷师学艺。接待熊哥的是工厂老板的女儿，身后仓库中堆存着很多已经烘晒完成的竹叶，称重已经完成。小女孩将所有的竹叶全都倒了出来，这也是预防很多不良的贩卖者在其中添加加重的废铁或者砖头。熊哥如此老实本分的人当然不会这样做。拿到售卖的金额，熊哥很开心，但他没有立刻离开。他在征得老板的同意后细细参观了起来，他要看一下竹叶具体要加工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标准。宽敞的烘干厂房里摆满了已经处理了一半的竹叶，它们在被放在这里之前已经被专业的机器烘干处理过，再次将它们集中摆放在这里。熊哥很不能理解，不过照葫芦画瓢就对了，所以熊哥看得很仔细，毕竟自己的眼力是非常好的，并且利润可观的加工项目，熊哥很想通过学习后能摸清楚其中的门道。不过可惜目前自己的实力压根就买不起那台专业的处理机器。然而这并不能抹除熊哥心里已经留下了萌发的种子，额外的收入已经赚到。熊哥在返回农庄之前决定去一趟附近的城镇，他要给自己添置一身衣服，干活时候的外套已经破烂不堪了。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3日的清晨，前几天连续大雨，丛林中又生长出了很多鲜嫩的竹笋，如果放任不采也是资源的浪费。任何一处自然生长而出的竹林都会有竹笋露出地面，这种竹笋的可口程度可要比自己栽种的那种更加鲜嫩，它们是完全野生的，所以熊哥并不打算进行售卖，他要留下来自己慢慢品尝，并且这也是熊哥提前进行的食物储备，因为他会在几天后离开农庄一段时间，3个多小时持续采挖，上百斤的竹笋已经足够，熊哥要在丛林中将其全部处理出来。然而即使是成品，也是装满了整整1袋，重新将小铁盒挂回腰间。熊哥每次上山的时候都会带着它，难道它是有可以驱逐什么东西的作用吗？小编很费解。回到农庄，倾盆大雨再次推迟了熊哥的计划，看来笋干的制作只能是留着明天继续进行了。穿上全新购买的战袍，劈砍几节粗细刚好的树干，依据长短大致相同进行逐个切割。熊哥要制作一个专门晒制的平台，只有这样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昨日采挖的竹笋晾晒完成。10几分钟的操作，2个框架已经成型。熊哥用铁丝网进行最后的铺垫，它良好的承重以及透气的效果都非常有利于笋干的晒制。尽量将其摆放在阳光充足的开阔地，太阳直晒以及微风的吹拂会很快蒸发掉竹笋的所有水分。已经蒸煮了1夜的竹笋完全软烂，用小刀一个一个精细切割，完全铺平开来，既有利于后期的使用，也有利于缩短晾晒的时间。
持续切割，近100片竹笋，至少可以吃上好几个月了。届时无论是和猪肉一起红烧，还是和鸡肉一起爆炒，都将鲜味十足。摆放已经完成，晾晒还需要等待。熊哥还要趁着天晴的时候，尽量多完成一点工作。前2天挖掘竹笋的时候，熊哥发现很多香蕉树已经占领了竹林的领地，这非常不利于竹笋的生长，因为它们硕大的枝叶会完全遮挡住阳光。所以熊哥决定要将这片山坡上所有香蕉树都砍光，只有这样才能扩大竹林的生长面积。如果可以收获到足够多的竹笋，以后农庄又有多一样可以售卖的资源。砍伐已经差不多了，带上一段鲜嫩的枝干，农庄中的野猪群还需要用它制作出猪食进行喂养。小家伙们已经在等待了，全都围在食槽的周边。固定机位的摄像机让野猪有些茫然，它们总是用鼻子来分别不同的味道。雄性野猪嘴巴的旁边貌似要长出獠牙的趋势，两边已经对称性有了凸起的鼓包。当然这些小家伙看上去就清秀许多。然而此时我在想着，为什么熊哥不把它们一次性全部卖掉，那样不就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农庄的升级改造了吗？要你在此生活2年时间，你能坚持住吗？简单一束光，被成千上万只蚊虫围绕，想要在荒野中打造并发展农庄，其实并不容易。新一天的来临，捕获的野鸡正在和鸡群共同进食，它们已完全适应了环境。熊哥早早就喂食了猪群，因为他再次接受到了委托，只有这些小家伙吃饱了，自己才能安心的离开。已经结束了月子期的野猪妈妈脾气很暴躁，自从黑猪被卖掉以后，她俨然已经成为了猪群的老大，当然黄牛母子也不例外。熊哥没有太多时间去收集专门的牧草，让他们自主进食，可能选择性还会更多一些。转眼熊哥已来到了受到委托的地方，这是火龙果种植园。实不相瞒，这又是小编的第一次看见活着的火龙果，并且还是结在这样的树上。原来火龙果的果实是长在叶子上的，并且一棵果树上还可以长出这么多，这确实是再次丰富了小编浅薄知识。这些火龙果虽然个头不是很大，但火红的外皮已经预示了成熟，并且十足鲜甜。果园的主人会以较低的价格给到熊哥，而熊哥则会通过零售的手段赚取相应的差价。熊哥穿梭于每一棵果树之间，利用专业的剪刀将已经成熟的果实一个个取下，采摘的数量已经足够。由于近段时间持续降雨，使得熊哥根本无法用摩托车进行运输，所以他只能采用步行的方式。熊哥已来到了曾经的一处售卖点，这里是国道的旁边，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都很多。铺开铺垫，调整好称的准头，将新鲜的火龙果全部排列开来，鲜艳的颜色可以很好吸引来往行人。焦急的等待，如果总是这种大车经过，他们是不可能停车购买的。万万没想到，几分钟后，2个小女孩会成为自己的第一个客户，她们就是身后人家的姐妹俩。熊哥二话没说，直接扒开了2个给姐妹俩品尝，并且她们在父母的指示下购买了整整1袋。熊哥还是第一次把商品卖给小朋友，他很开心。紧接而来的是今天的第2位顾客，骑摩托的小男孩，他购买了整整2袋，这帮了熊哥很大的忙。然而正当熊哥再次将箩筐中的火龙果拿出补货的时候，一位背着孩子的少妇村花停留在摊位面前，她将剩下的全买了，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熊哥帮忙送回家里，因为自己还背着孩子。1个多小时的行程，这处依靠山体而建的独门独院就是少妇村花的家。往后10几分钟是简单的商品交易环节，小编就不为大家展示了，只需自己想象画面即可。转眼时间已至黑夜，熊哥也已回到了农庄。很多粉丝都给熊哥留言说，热带雨林中难道没有蚊虫吗？其实真实的景象就是如此，只不过是这一束光将他们吸引过来而已。现在能够想象得到，熊哥在这深山老林中独自一人打造农庄的艰辛了吧？新一天的来临，昨天夜里持续大雨，让农庄再次被潮湿覆盖。眼前这只公鸡就是整个农庄鸡群的国王，它正在用雄壮的身躯和高亢的声音召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鸡群。初升的太阳已经穿透了云层，熊哥正在整理近段时间被大风刮断的树枝，将它们全部整理起来后，还可以当做储存起来的干燥柴火，这也是未雨绸缪的一种手段。如果没有火的话，熊哥就无法获取食物。分解出几根竹签，它们可以作为天然的捆扎材料，将2端分别固定好，无论是搬运还是存储都将失足方便。4大捆木柴足够自己使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。然而刚刚还是艳阳高照的天空，此时又乌云密布了起来，看来大雨又要再次降临。熊哥要在降雨之前喂食好农庄中的牲畜，撒上一些玉米粒，仅依靠自身的繁殖。现在鸡群的数量又已逐渐增加，熊哥已经不打算再去购买鸡苗了，40-50只左右的数量已经足够。毕竟鸡群能够带给自己的收益要远低于饲养的猪群，猪食的制作还在继续。等待的时间，熊哥还要重新处理一下农庄4周的排水。频繁降雨让饲养区变得脏乱不堪，清理出原有排水沟中的淤泥，适当的位置处重新开凿出便利的排水。每一次雨季的来临都是对农庄的一种考验。转眼时间已至第3日的清晨，
今天熊哥要继续为了离开农庄一段时间做最后的准备，搜集柴火，升上火堆，在车棚的横梁上制作可以悬挂的项圈。前2天制作的笋干还需要继续晾晒。这些食物储备并不是为了别人，他想让老婆在自己离开的时间里吃穿不愁。熊哥离开的时间，老婆会全权接手农庄里的所有工作，并且还特意宰杀了一只野猪，只为了这一大盆猪肉，可以保障老婆充足的体力供给。先来点盐和高度的白酒，去腥并增加底味，要将它们全部熏制出来，才能保存长久的时间。腌制的时间还需要等待，熊哥还要趁此来做好熏制前的工作，劈砍1节毛竹，然后再将其分解成长度刚好的竹签，等到猪肉入味，再用竹签一块一块进行捆扎。熊哥饲养的野猪就是不一样，几乎满满都是瘦肉，肥膘虽然有，但看上去很薄，这样的品质难怪深受当地人的欢迎。猪肉已经全部捆扎好，火堆的上方也要架起便利于摆放的支架，最后再将猪肉整齐地排列于上方，连续3天3夜熏制，即可保证长久储存。虽然距离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但是熊哥也并没有一丝偷懒，依然还是将老黄牛母子牵出，然后采割一些新鲜的多汁香草。小牛的体型如今已和老黄牛相差无几，并且头上的牛角也已经完全长出，棕色的皮毛油到发亮，不用再等太久的时间，小家伙可能就会进入交配期。回去之前再顺手砍一棵香蕉树。猪群的喂食更加不能拖延，猪肉的熏制还在继续，鱼塘中的鱼群又到了补充额外营养的时候，手工制作的鱼食来一大舀，保持正常的泼洒频率，尽量让每一条鱼都能吃到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饲养，草鱼的个头也已经长大了许多，也许明年这个时候，熊哥就能迎来大丰收。此时猪群的吼叫声已经覆盖了整个农庄，他们一直都在焦急的等待，等到所有喂食全部结束，熏制的猪肉也已初见成效。那么你能猜到熊哥为何要离开一段时间吗？喂食农庄中的野猪群，打造荒野露天浴场，扩大种植果树面积，烈日下采收已经成熟的玉米。农庄中所有的工作全面由熊哥的老婆接手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已来到山坡上的木薯基地，今天自己就将离开农庄，他要回去拆除已经成为危房的老房子，然后重新建造，而自己的老婆将会全面接手农庄中所有的工作。所以熊哥正全力做好每一项提前的准备。木薯的生长已超过1人之高，尽量将周边的杂草进行清理，可以省去老婆很多的工作量。大致清理已经完成，待点木薯之夜，鱼塘中的鱼群需要继续喂食。木薯叶是这些草鱼最喜爱的食物之一。距离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，熊哥顺手采摘了一个柚子，丰富的维生素含量和水分补给，可以快速让自己凉快下来，并且还能以此来判断柚子具体的成熟时间。等到休息的差不多了，老黄牛母子的营养也要在走之前进行最后一次补充。精细切割好的香蕉树干，这次补给之后，等到自己回来之前都不会再有太大的问题，老婆只需要正常喂食即可。该出发了，熊哥需要坐好几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可以到达乡下的老家。然而此时邻居们都已经开始在帮忙拆除，几乎完全由木材和泥土搭建的老房子已经被白蚁啃食的差不多了，现在还处于雨季，这样老婆和孩子住在里面就会非常不安全。所以这次熊哥要建造出比农庄还要结实的房屋，这样他们就能生活得更加安心，而自己就可以一心一意发展壮大农庄了。屋顶烧制的泥瓦直接从高处扔下，他们已没有了2次利用的价值。伴随着第2日清晨的来临，老婆已到达了农庄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农庄里的一切工作都将由他独自一人完成。为了让熊哥能够专心翻建房屋，老婆也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将所有的事情做好。已经饿了一个晚上的鸡群急需喂食，然而储存的玉米已经不多了。幸好这一季的玉米很快就可以进行采摘。先将房屋内外进行一次彻底的打扫。本身应该要和熊哥一起回家的乖乖，被强制留了下来。毕竟有了他，需要独自在山林中生活一段时间的老婆，也能稍微有点安全感。同时饿得呱呱叫的还有农庄中的猪群，他们为了寻找食物，已经将饲养区拱得乱七八糟。熊哥的老婆还需要抓紧时间制作猪食。连续降雨使得上山下山的道路很难前行，瓜架上结出的丝瓜也因此没能准时销售，它们已经完全长老了。为了不至于浪费，熊哥的老婆决定将它们全部采摘下来，作为猪食的配料，全部削割掉外皮，易烂的特性只需随便切片即可，全部倒入大锅中。然而仅只依靠这些还不足以将猪群喂饱，熊哥的老婆还要继续采摘一些新鲜的枝叶，这是一种茶树，它硕大的叶片也是野猪很喜爱的食物，只需稍微搭配上一点，即可让口感更加的丰富。将叶子取下，留存下来的叶茎，待会还要将其种植下去，这样以后就会有更多饲料用于喂食。猪食已经制作完成，由于少了一顿没有喂食的缘故，使得野猪彼此之间抢食的情况非常严重。这样的情况会对幼年野猪的成长极为不利。虽然喂食的时候
熊哥的老婆一直在极力的呵斥，但是效果却微乎其微，看来还是要进行分类，然后分别圈养起来才行。看着眼前的猪群，熊哥的老婆正在规划着可以被分配在一起的目标。半个小时暴力进食，所有成年野猪都已经吃饱了，它们需要找一个舒服一点的地方躺下。还未成年的野猪幼崽只能进食留下来的残羹剩饭，重新回笼圈养势在必行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的老婆又该继续忙碌今天的工作，采摘一颗还未完全成熟的番石榴，酸甜的口感既能补充充足的维生素，又能解决早饭的问题。山林中的香蕉串已快接近成熟，采摘几串，它可以成为这段时间自己的水果供给。闷热的天气还是让熊哥的老婆稍微有些不适应，但这也是无可奈何，毕竟农庄不能处于无人看守的状态。将采割回来的香蕉切断，直接悬挂在前厅的房梁之上，1-2天的时间它就可以自然成熟。然而女人终究是女人，想要持续的在这山林中生活，多少还是会有些不便。她决定要搭建一处厕所和便利于洗澡的地方。距离房屋较远的这处山坡足够将不好的味道隔绝，熊哥的老婆就准备将厕所搭建在此。先整理出平整的土地，然后挖出有口的内在深坑。相信所有老铁都知道这个坑的用途，所以小编就不再细致展开了，怕你吃不下去饭。厕所的基底已经完成，镶嵌其上的马桶需要再次制作。劈砍几片废弃的木板，相邻的2片被修整出对应的缺口，经过整齐的拼接，一套完整的荒野马桶就已完成，并且还特意配备了隔离气味的工具。这样的造型，如果是熊哥那肯定就够用了。然而对于老婆来说，就这样光腚蹲在上面，实在还是有些不雅。四周的围挡还必须要制作完全，在基地4角分别插上树干，再用防雨布作为遮蔽视线的隔断。这样一个简易的荒野卫生间就已快速打造完成。对于冲凉的浴室来说，将其建造在水源旁边就最适合了。修整出平整的空间，剩下的砖头就可以铺垫成干净的地面，这样不但可以防止水花四溅，并且还能保持足够清洁。虽然在荒野中肯定没人看，但一定的私密性还是必要的，毕竟还是个女孩子。简易的浴室已经搭建完成，熊哥的老婆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山泉水的清凉。放上一盆水，拉上对着摄像头的这面墙，为了防止谁偷看，现在还没数吗？反观小编，我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只是会担心他的后背可能会有些搓不干净。随着太阳再次升起，熊哥的老婆已经迎来了独自一人第4天的清晨。穿好衣服，背上竹筐，今天要扩大一下农庄中果树的栽种面积。这些是梨子树，熊哥在很久之前就进行了新枝的培育，只需在侧枝上削割出缺口，然后在4周捆绑好泥土。一段时间自然生长以后，受伤的树干处就会生长出足够多的根系，这样只需从后端将其锯下，原本的树枝也变成了单独一棵果树，并且开花和结果的时间也会大大的缩短。这样的方法几乎适用于任何植物，感兴趣的老铁可以尝试一下。果树的秧苗已经准备就绪，在房屋的斜坡上刨挖出几个浅坑，还没过雨季，可以为果树苗的生长提供有利的条件。想要让其成活的几率增加，添加上肥力十足的牛粪，则会更添一份保障。解开包裹在外部的塑料薄膜，生长而出的根系已经很发达，将其整体插入肥料中，最后再覆盖上泥土。明年这里必定会绿意盎然，花香飘散。果树的种植已经完成，然而熊哥的老婆还是不能就此休息。成熟的玉米棒已经完全晾晒干燥，尽量多采集一些，就会在下一场大雨来临之前尽量减少损失。况且用于喂食鸡群的玉米粒也已不多了，烈日下采摘很辛苦，虽然有帽子可以遮阴，但是闷热高温还是格外考验着自己的耐力。2个背篓的数量已经差不多了，虽然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，但是熊哥的老婆还是要将脱粒的工作完成，才能稍微休息。熊哥打造的手动脱粒机效率还不错，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将所有的玉米全都处理完成。新鲜的玉米鸡群很喜欢，所有的鸡群看上去貌似和熊哥的老婆很是亲近。他在一点点进行喂食，熊哥需要多久才能再次回归呢？一只野猪跌落于山崖下，它的嘴巴被牢牢卡在了石缝中，小家伙已经断气。仔细的检查，导致它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已是熊嫂接管农庄的第5天了，体型较小的野猪群已被采取单独圈养的方式，这也是保证它们可以更好发育的最好方法。毕竟完全混合在一起散养，不能保证每一头小野猪都可以吃得饱。成年的野猪会时不时向它们发动攻击，用于喂食的食槽经过了这么久的使用，已经出现了损坏，它们已无法继续完成喂食的任务。熊嫂必须要将破损的先单独清理出来，她要进行重新修葺和完善。这一头雌性野猪再次怀有了身孕，熊嫂可以通过抚摸肚子的情况，大致了解幼崽的数量，甚至预产期的时间，也能够有初步的推算。
已经成年的野猪们貌似对熊嫂特别温柔，它们总是会安静地站在旁边，虽然看似很想进一步和自己亲近，但是体内还存有的本能又使得它们变得小心翼翼。简单的情感沟通已经结束，熊嫂还要在喂食之前将损坏的食槽进行重新制作，比对好每一片木板的长度，切割后还要进行边缘的修整。随着铁钉一根根夯入，食槽的形状与大小就已大致确定。不得不说，熊嫂的动手能力非一般的女人能比得了。截止到目前来说，农庄中的一切工作她都可以很好的胜任，没有女人比得了的，又何止是动手能力？这鲁智深到拔垂杨柳的力气更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就连熊哥都要一个一个扛着走的食槽，他竟然直接轻而易举的双双举起，这大体格子真是给人十足的安全感。将全新的食槽更换好，已经嗷嗷待哺的野猪群总是跟随在身后。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喂食的时间，将猪食一点点倒入，分开喂食，让所有猪群看上去都有序了很多，它们都可以尽情的吃属于自己面前的那一份。虽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摩擦，但整体还算和谐。新制作的食槽效果还不错，它完全可以容纳10头半成年野猪共同进食，鸡群已经上树，这预示着森林的黑夜很快就会降临。熊嫂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今天所有的工作，然而独自一人的孤寂深夜还是会让他感到有些害怕，所以门外的灯会保持持续亮着。转眼时间已是第2日的清晨，熊嫂背上了竹篓，她要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。穿过茂密的灌木丛，她已来到附近最大的一片竹林。在熊嫂还没有生孩子之前，她就非常喜欢跟着熊哥去森林中探险，并且采挖竹笋也是她最喜欢的工作之一。因为就在竹林的旁边，熊嫂和熊哥私定了终身。这边也可以看到，他处理竹笋的手法熟练且迅速，仅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背篓中的数量就堆积了很多。他还想继续探险，山林中的花花草草、奇珍异果以及崎岖不平的地貌都很吸引自己的眼球。来到一处潺潺溪流断崖，清凉的山泉从山顶流下，清洗一下脸颊，提神醒脑的同时，也更有利于自己对于周遭地形的判断。然而不经意间低头，却被吓得差点脚下一滑，石缝中竟然躺着一头野猪。顺手拿起旁边的树枝查看，看来已经是失去了生命气息。望着陡峭的地形，熊嫂初步判断这个小家伙应该是从高处摔死。然而荒野中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更加需要十分小心。他需要细细检查，通过对于身体硬度的判断，熊嫂可以确定小野猪没有死去太久，它的身体还很松软，很有可能就是昨天晚上。但想要确定已经死亡的动物是否能够成为食物，那就必须要明确死因。熊嫂将野猪提了出来，周遭的身体和口鼻的附近都没有病菌感染的痕迹，并且野猪的嘴巴也有很明显撞击导致的歪形，种种迹象都能表明这头野猪真的就是不小心从山崖上跌落而亡的。这可是白白捡到了近100斤的野猪肉呀！熊嫂很开心，今天应该也是自己最幸运的日子吧。将野猪装入背篓中，他要赶紧返回农庄进行处理，但陡峭的山路需要格外的小心。硕大的蜗牛正在寻找食物，枝头的小松鼠也在焦急地寻找可以食用的浆果。转眼时间已来到第3日的清晨，回去后，熊嫂已经将野猪进行了初步的处理与分解。现在他要寻找一些枯木，将所有的野猪肉全部熏制出来。茂盛的灌木丛中有很多潮湿的木柴，近100斤的重量依然毫无压力的就被熊嫂举起。野猪肉已经再次清洗干净，将香料捣碎，倒入些许混合的调料。纯正的野猪肉几乎没有任何的肥肉，这也势必决定了它的口感肯定很不一般。大盐腌制增加底味，高度的白酒去味增香，最后再将调制好的香料撒入，尽量保证每一块肉都被涂抹均匀，才能更快的入味。腌制还需要时间，熊嫂用留存下来的砖头搭建出一个简便的专门用于烤制的窑炉，长方形的造型可以保证炉火垂直向上。紧接着再削割出4根带尖的木桩，然后分别夯入窑炉的2端，它们将会被作为烤架的支柱。提前准备已经差不多了，劈砍上1根毛竹，熊嫂还需要切割出足够的竹签，将野猪肉进行悬挂。虽然熊嫂为了照顾孩子，已经彻底远离了丛林中的生活，但是每一项必备的技能，貌似都还记忆犹新，手到擒来。被处理好的竹签很是规整，乖乖已经从山林中归来，浑身湿透了的他应该玩得很开心。将火堆点燃，两边的烤架也已固定完全，穿插好腌制完的野猪肉，架上横梁，将所有的野猪肉全都整齐地摆放于火堆的上方。它们会在太阳和热量双重作用下，快速地被蒸发掉水分和脂肪，而熊嫂刚好可以借着燃烧的火苗制作今日的午餐，调制出1碗蘸料，凉切上1块已经蒸煮成熟的野猪肉，这满满一碟已经足够自己吃饱了。而剔除下来的脆皮，刚好可以让乖乖也好好补上一补。小编真的很想此时能够坐到熊嫂的对面，和她一起慢慢品尝一下这野猪肉的味道。
当然我可并不只是为了吃，最主要其实是比较仰慕嫂子的动手能力，只是想简单聊一聊并学习学习，毕竟好吃不过饺子嘛。午饭已经吃完，然而此时天空又再次下起了小雨，赶紧将野猪肉收起，熊嫂必须要在室内接着进行后续的熏制，这样能干的熊嫂你喜欢吗？都说会爬树的女人最有魅力，婀娜的身姿，强力的臂膀，有了她的保护，连上厕所都会有满满的安全感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嫂已迎着朝阳，开启了今天的农庄生活。前几天采摘的香蕉已经完全成熟，但仅依靠自己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将其全部吃完。为了避免浪费，熊嫂需要将香蕉全部扒开，然后再将其晒干，这样便可以长久保存。后期无论是做蛋糕还是直接油炸，都会十分方便。这接近1个星期的荒野生活，的确让熊嫂改变了一些。柔弱的胳膊已经被晒黑，小手也没有之前那样娇嫩了，真是让小编忍不住有些心疼。香蕉已经全部扒完，拿下熊哥制作好的晾晒网，将香蕉一个一个整齐摆放好，大概3-5天的时间即可让其完全干燥。昨天白捡的野猪肉还在正常熏制，从成色上来看已经初见效果，但是肉体中还留存的脂肪和水分仍然需要时间的沉淀。被扒完的香蕉皮不需要丢掉，直接倒入鱼塘中，成千上万条的鱼苗会在1天之内全部啃食殆尽，这些可都包含着营养。事情已经忙得差不多了，将农庄周边的杂草简单清理一下，如果过多生长也会导致土壤中养分贫瘠，这样不利于果树的生长。然而眼看太阳已经快要落山，农庄中的猪群也到了该喂食的时候。熊嫂继承了熊哥的优良传统，砍一截鲜嫩的香蕉树干，野猪群的喂食一直都缺少不了它的加入，依然还是精细的切割。面前的野猪们也闻到了食物的香味，一整段香蕉树干已经全部切割成了颗粒，倒入提前烧好的热水中，等到完全水开还需要一点时间。熊嫂又将香蕉放在屋顶上，夜晚的时间也无需将其收回，冷暖温差交替，可让其缩短被晾晒的时间。乖乖也吃上了今天的晚饭，肉汤混合着骨头和米饭，在狗界也算是小康的生活了。猪食已经烧开，搅拌入米糠和玉米粉，浓稠的猪食可以提供充足的营养。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现在很是霸道，它总是不让其他同伴和自己共同进食，其他成年野猪也都刻意躲避它。怀孕的雌性地位最大，任何一个同伴都不会和它发生冲突，这可能也是种族能够得以延续的铁则吧。单独圈养起来的10只野猪幼崽，体型已经越来越大，它们已经到了可以销售的时候了。不知道熊哥回来以后会不会将这些小家伙卖掉一些，毕竟家中的房子建完以后，可能仅有的积蓄就已经被用光，他必须想方设法进行补充。猪群的喂食也已完成，熊嫂也该为自己做一顿晚餐了。瓜架上的丝瓜已经成熟，采摘几个，今晚就吃丝瓜炖野猪肉。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2日的清晨，熊嫂收拾了一下房屋的周边，将搭建所用的砖头重新归位，清扫干净柴火剩下的残渣。房屋斜坡上这种带刺的草也要割掉，因为它们的繁殖能力太强，如果任其自然的生长，那晚上隐藏于周边的蚊虫将会越来越多。不过让小编没有想到的是，它们竟然也可以成为野猪群的食物。这种草在我们这边被叫做拉秧，特别是夏天穿着短裤去荒田野地玩耍的时候，腿上总是会被这种植物拉伤，无论是叶片还是叶茎上都布满了尖尖的倒刺。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植物，不知道各位老铁那边把这种植物叫做什么？猪群的喂食已经完毕，熊嫂再次向着丛林深处出发，她要去采摘一些本地原住民最喜爱吃的水果之一柿子。这是一棵超过50年树龄的野生柿子树，想要采摘到果实，熊嫂就必须要攀爬上高高的树干。其实这对于现在的女人来说几乎不太可能，然而熊嫂又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女人呢？只见她4肢交叉着协调用力上树，简直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非常轻松就已到达了采摘的位置。这是一种果体硬较的脆皮柿子，吃到嘴巴里就如同苹果一般的口感，很受当地村民的欢迎。然而等到熊嫂第2次攀爬的时候，我才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暴力的美学，几乎完全依靠富有爆发力的胳膊将自己拉上去，这样的动作太迷人，婀娜的身姿既有力量又有轻盈的感觉。各位老铁，家中要是也能有一位这样的老婆，那岂不是老得劲了？没事在床上练练摔跤，锻炼身体，可能连去健身房的钱都能省了。1个多小时的采摘，满满1背篓已经足够，立刻赶回农庄。这些柿子还不能马上就进行销售，熊嫂必须要对其做第1阶段的处理，将损坏的柿子单独挑拣出来，这些完好的则要倒入清水中浸泡，大概4-5天的时间即可完全去除果实内部的酸涩。当然在这段时间内，熊嫂也要定时进行清水的更换，等到一切完成，这些深受欢迎的柿子就一定可以卖上很好的价格。初步的处理已经完成，然而熊嫂还不能休息。森林中另外一种果实也已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，木鳖果，这是一种被称为来自天堂的水果，虽然它有一定的毒性，但是它却可以直接当作药物使用，并且其内部包裹种子的红色肉膜也可以直接使用。用屁股抵住树干以找准重心，丰产的果实
熊嫂尽量采摘表皮已经微红的，这代表着其内部果肉已几乎成熟。转眼熊哥陪伴大家已经27集了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其实并不是小编想结束，只是熊哥本身素材确实已经更新完毕，但故事仍然会继续。我也期待着熊哥第2季的制作，不过可能要等待一些时间了。而小编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为各位老铁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。另外也想听从一下大家的意见，是想看真正的野外生存的，还是继续这种打造农庄生活的？评论区说出你的想法。熊嫂采摘已经完成，接下来该制作今日的晚餐了。切开木鳖果，将鲜红的果实取出，让其和糯米粉充分搅拌柔和，最后将瓜子挑出，颜色漂亮的蛋糕原材料就已完成。烧上锅，倒上油，利用包包子的手法加上馅料，经过热油持续烹煮，颜色鲜艳的泡芙面包就已完成。脆脆的外皮，糯糯的面体，鲜甜的味道在樱桃小口中被完全包裹。虽然小编也很想继续多看看熊嫂，但是余下的时间确实不多了。熊哥期待下一次与大家见面，当然小编也同样期待着。拜了个拜。